Hello， 我是 Harry。先问个问题啊，美光涨了将近5%，昨天我们的预判准不准？反弹在即4个字，一天就兑现了。但说实话啊，这根十字星出来之后，到底该跑还是该加仓？英伟达收盘突破了运线高点，但是呢，下面拖着长长的下影线，你敢不敢进场？特斯拉呢更刺激，震荡收缩走成了对称的三角形。变盘起跳是不是就在眼前？今天的视频没有半句废话，纯技术拆解，每个票我都会给你答案。看完你不仅能够知道这些明星个股的走势怎么判断，还能学到 N 个实用的技术信号，带你看盘不迷路。先预告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部分大盘趋势，我会用反攻形态的上下影线、箱体理论、趋势工具图，帮你识别震荡局势当中应该怎么做。第二部分明星个股加上学员点票，英伟达、特斯拉、美光肯定跑不了。再加上台积电、AMD、SOFI 都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热门股票。其中呢，特斯拉的对称三角结构是我们之前比较少拆的结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信号呢？如果你也在关注这些票，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随时复盘。没点到的评论区留言。好，马上进入第一部分。先来看一下纳指大盘。我记得在上周呢 ，Harry 开玩笑，这个地方走出了5根 K 线，这个地方呢大概率也会在5到6根 K 线之后才会选方向。结果经过这段时间啊，一共走出了9根震荡 K 线。还在震，说明呢多空拉扯比我们预料激烈很多。这些地方的 K 线呢都有一个特征，上下影线都不短。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一个小知识点，长上下影线的 K 线代表什么？这种由十字星演变过来的类十字星 K 线，往往代表着多空力量犹豫、分歧、变盘预警，谁都没有完全的控制局面。上影线长，说明空方在高位拉了回来。而下影线长，说明多方在低位又把它拉了回去，两边都不认输，最后呢收到了中间，意味着没有真正的赢家。所以呢，连续出现长影线的位置，通常意味着方向还没有真正的选择出来。结合基本面，马上呢到了财报季，整个市场呢大概率会等到财报带来新的趋势方向，再来判断。从 K 线来看呢，昨天小小的发起了一个反攻形态，但是这根阴线之后的阳线力度比较弱，尝试夺回主动权。却只高出这根阴线的最高点一点点的位置，力度非常有限。反攻形态呢，我们讲究的是力度。当阳线实体越长，超过阴线的部分越多，就代表了多方越强势。那像昨天啊这种冒头就歇菜的 K 线，说明呢多方的底气不足。如果3根 K 线连起来一起看，阴线加上阳线，形成一个很弱的三角收敛的结构，所以这个地方反攻力度非常有限。好，再来说一下这个位置产生的第二个信号，箱体结构区间大概是在26,265到25,826之间。箱体呢就是多空双方画出的一个地盘，上面就是天花板，下面是地板。如果向上突破了这个地方26,265的位置，说明啊多方打破了天花板，向上的概率就会高很多。如果往下破位，就要警惕往我在盘前给到的大支撑位25,500的位置去了。这是我们在大盘观察到的第二个信号。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趋势带正在收缩，方向呢向上发散。这里要展开说一下啊，当这个地方转灯成功，黄带一旦转成了紫带，趋势就会向上抬高。像这些地方呢，高点在不断的刷新，顺势交易的胜率呢就会大很多。反过来，如果是在黄带的区域 K 线是被压制的，碰到黄带就被打下来。所以黄带的过程中，高抛低吸或者是按兵不动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呢，观察趋势带是我们做交易很重要的一个显性指标。如果你也想学习更多关于趋势交易的 K 线形态或者技术，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每周的系列课程当中打卡学习。那本周讲到的是趋势信号的识别，会分享更多实用的识别信号，快速就能上手。好，以上就是关于大盘的拆解。昨天我们观察到的个股有部分确实超跌反弹了，接下来我们再预判一下个股的走势。先说一下特斯拉，之前呢在388的位置呢说过有支撑，但现在呢走出了一个新的结构，对称三角形。这个名字呢你没听过没关系啊，我会给你讲清楚。对称三角形呢，简单来说就是 K 线在运行的过程当中，高点和低点都在不断的收敛的形态，就像三角形一样的往中间挤。这种结构呢，一旦突破，它的方向会很清晰。在实际的运用当中呢，有2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从下往上走，走出一个对称的三角形。当它蓄势充分之后，在这个窄点向上突破，就是一个起涨点，可以跟。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由上往下走，同样是一个对称三角形啊。如果向下破位，这个支撑破掉了，就是趋势走弱的信号。
该出就得出。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这段 K 线，是不是一个很标准、很清晰的对称三角形呢？那碰到这种形态呢，我们就要重点盯它突破的方向。一旦突破，它的走势就会非常强势。那具体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明天涨还是3、5天之后涨，但我们可以观察这个突破点，向上突破可以跟，如果向下突破，比如说跌破了388的位置，就要考虑先出场回避一下，防止这个踩踏。当然啊，整体来看呢 ，Harry 认为往下走的概率偏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转灯已经成功了，趋势带呢由黄转成了紫色，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紫带啊，目前太窄了，一直没有发散出来，说明上涨的动能不够，还在酝酿当中。同时呢，我们观察到成交量也在收缩，说不定啊，这个底部就在不远处了。至于后续怎么走，咱们保持观察。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每一只个股啊，每一天的跟踪情况，也可以通过 Harry 的盘前点读的文字版来获取信息，比这个视频呢更新更快。这个是特斯拉随着演变啊，我们进行一个拆解的结构，希望对大家的判断有帮助。再来看一下英伟达，昨天的盘前说过，突破211的位置可以继续看高，但昨天收住的这根 K 线呢很有意思，下影线特别长，实体和下影线几乎对半，甚至这个下影线更长，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多方在低位硬生生的把它拉了回去，但是空方的力量不容小觑。这根 K 线一出呢，整个局势反而没有那么明朗了。如果你是比较谨慎的玩家，那很简单，等到今天还能够突破211再进场也不迟因为这样呢更右侧更安全。但如果你选择先持股不动， Harry 认为这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理由有2个，第一个，我们观察到这个成交量是平着走的，平量加上价格微微的上涨，代表了这个位置呢有支撑，多方在接盘。但是呢，光靠这个理由呢不能说完全稳了，因为这根 K 线表示空方的力量还在。第二个呢，根据趋势图的信号黄 K 又出现了，说明呢高位压力信号再次亮起。所以这个位置呢 Harry 的建议是先观察不动，也不用急着出来，持股观察呢更好。我们依然以211作为一个观察确认位，如果今天被强势的突破，最好是连昨天的高点212的位置一起突破，并且K 线至少突破1/3的位置，就更能够说明上涨强势。反过来，如果下方跌破了202的位置，就要注意了，该撤就得撤。这个是英伟达根据走势变化做的一个策略调整，给大家一个参考。大家呢记得订阅一下频道，随时跟进。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个拆解。再来看一下美光，存储呢最近随着韩国事件动静很大，我们昨天在盘前预测反弹在即，盘后呢果然涨了 4.9%， 大概 5%， 但是呢反转信号没有看见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呢收了一根十字星，十字星呢就是 K 线的收盘和开盘几乎在同一个位置，上下都有影线。这种形态呢代表了市场犹豫不决，多空博弈，上下拉扯，往往不是一个准确的右侧的买入信号。所以呢昨天的判断要延续观察，不能急着下结论。而且从今天的盘前形态来看继续震荡的概率偏高。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趋势带对于 K 线有压制作用，在彩带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是紫带，高点会不断的抬高，彩带呢起到支撑的作用，但现在转成了黄色的下降趋势，黄带对于 K 线起到的是压制的作用。你看像这些地方打到了黄带附近，立马又下来了。所以根据趋势理论，结合现在的 K 线形态来看这根十字星的位置确实不能说是明确的反转信号。目前来看呢，美光大概率还是在这个区间内运行。昨天给到的点位是下方大概893的位置，上方1040。如果它没有超出上下边界，我们持续观察 K 线的结构看它最终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还有一个观察点，成交量。昨天的 K 线呢虽然上涨了，但是成交量没有明显放大，依然处在一个缩量平走的状态。成交量的变化呢，一定要加入到观察的信号当中更重要的是呢，这一次缩量比之前在上涨过程当中的像这些地方最低的成交数还要短，说明呢市场热度还没有到美光这里如果想要等快速反弹，还需要耐心一点。综合来看呢 ，Harry 个人偏向于暂时在这个区间内震荡。如果想要做高抛低吸，对于个人的操作要求很高如果你是极短线的玩家，近期呢可以把目光移到其他的个股。但如果你自己持有美光，也可以用 Harry 的趋势工具来判断接下来的走势。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我们来了解这个趋势图的使用技巧。好，这个是关于美光的一个分析。再来看台积电，昨天呢靠近了一个变盘信号的转换点，最近2天呢收出了2根蓝 K 信号。什么是蓝 K 呢？
蓝 K 在我们的趋势图当中代表了机构在这个位置低吸，加上呢这里产生了钱带子，是我们用趋势图找低位的关键信号。但是要注意，单独的蓝 K 不等于底部成立，必须要结合第2天的 K 线形态，比如收出了一根确定的阳线，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筑底成功。如果没有这根阳线呢，蓝 K 只是一个参考，不能作为买入的依据。同时我们会观察到变盘信号已经由紫变成了黄色，趋势有所走弱，这就代表了你可以在黄带的过程当中参与，但是不能重仓这种信号下介入仓位一定要控制好，这也是工具的重要意义。信号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买或卖，更决定了我们的仓位怎么管理。在黄带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找筑底形态，就要更加的谨慎一些。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之前我们经常提到的筑底形态，包括大于 3% 的中带阳线，蓝 K 转多，强势3日底分型，也包括这种阳包阴的结构，单针探底，跳空缺口等等。只要发现这种组合我们就要留意，再结合量能的变化和 MACD 形态或者 RSI 的形态，综合做一个交易的决定。目前来看呢，台积电能不能走出一个筑底形态，接下来的2天很关键。虽然蓝 K 加上钱带子组合但是不等于第2天一定会出现这个阳 K， 有可能继续的蓝 K 继续的运行，继续的找底。所以如果你用我们的频道来做交易参考，就要重点观察 K 线的颜色。如果你用的是普通软件可以关注下方419的位置，这个低点会不会被跌破？一旦跌破，证明它找底的动作没有结束。上方440的位置是黄带位置，也是短期的关键压力位，以419到440之间作为一个观察区间，等到信号确定之后再动。这个是台积电的拆解。我们再来看一下 AMD 呢，也是大家持续关注的股票。记得1周以前吧 Harry 画过一个箱体结构，大概是在495到564之间。现在看来这个结构依然没有被破掉， K 线还在这个箱体内运行，这说明呢整个市场对于这支票的预期分歧很大，多方和空方都在拉扯，而且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上下影线 K 线。看到这种结构呢 Harry 一般都会偏谨慎为主，包括昨天呢收出了一根阴线，虽然靠近这个箱体的上沿部分，但是 K 线的实体比较长，最后呢被空方拉了下来。如果这个位置换成了一根阳线，结构就会构成这样的强势3日底分型，外加这个地方呢踩到了子带的中轨得到支撑，就是一个偏强的信号。但是很遗憾这里收的是阴线，成交量也没有起来。虽然子带呢在这个地方没有明显的转灯信号，但是相比于半个月前吧，带的宽度收缩了不少，说明这个多方的力量有所收敛。其实可以看到AMD 的走势很有规律，一直贴着这个子带的上方运行，但会不会马上出方向呢？说实话现在还不好说。所以我们的策略呢维持不变，以495到564这个箱体继续观察。如果突破了564偏向于看高，但是呢也要结合其他的信号，比如说 K 线的形态或者是成交量的形态来综合判断。如果跌破了495，意味着这个趋势走弱，但我个人会觉得除非遇到重大的利空，否则不太可能一下子砸到下沿的位置。对于保守的投资者，当发现这个走势向下跌破这个子带的中轨没有撑住，就可以考虑提前离场了，不一定要等到箱体下沿才出这个位置离现在还有一段距离。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及时的保住本金，在当下震荡的环境当中尤为重要。好，这个是关于 AMD 的一个走势。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SOFI 这个股票呢，前一段时间分析过当时给了一个箱体位置，大概是17到 18.7 之间。最近的3天呢，除了这根 K 线明显的突破了上沿的位置，其他的 K 线呢依然在这个箱体内震荡，但这根所谓的突破 K 线上影线很长，实体很短。遇到这种 K 线呢，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真的向上突破了，这也是我们本期反复强调的上下影线的意义。当你发现某一段时间 K 线上下影线特别长，说明这个位置一直在震荡，市场在选择方向，不能贸然的下结论。说实话这支票目前的位置不太好判断。如果以 Harry 的分析会用子带的中轨，大概是18到 18.2来做一个观察，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形成支撑的位置，上方还是用 18.7 来做短期的压力位。昨天走出了一根阳线，但是阳线明显的包裹在了前一根阴线的实体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运线结构。如果下方的位置被击穿，那就不能够简单的用运线理论来直接处理，
因为呢，踩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子带的中轨连上轨的位置，很有可能有支撑。但如果跌破了中轨，甚至是下轨的位置，而且是大阴线的往下砸，可能趋势就不太好了。不过好在的点是呢，目前子带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今天盘前的 K 线来看啊，形态还不错，意味着短期的风险不算太大。好，这个是目前 SOFI 给到的信号判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盘和个股的分析。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啊，一定要记得给 Harry 频道点赞订阅。如果说到了你们持仓的股票，记得追踪好。如果没有说到啊，因为时间有限，评论区及时的告诉我，我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做内容的调整。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不断进步，不断的获利。好，那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